武二郎痛失手臂后，无意中听到宋江说了一句话，至此彻底看清宋江的真面目，选择留在六合寺。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武松与宋江之间又有哪些不得不说的往事？一切还得从这二人相识说起。武松和宋江结识，那是在柴进的庄子里。宋江无意间踩翻了武松的火盆，武松站起来正准备打他时，才得知对方就是自己仰慕已久的及时雨宋江。之后呢，两人便是一起喝酒吃肉，又是照顾武松，又是给武松做衣服的，这让武松十分感动。于是病好后就和宋江结拜成了兄弟。后来武松要离开时，宋江更是几十里地的相送，又是请武松喝酒，又是给他银钱的，这种惺惺相惜的情谊极大地触及到了武松。彼时的他并未见识到宋江的腹黑与狡诈，只觉得他是一个善良又义气的人，然后在心里对他死心塌地。兄弟二人这一别，再次见面时，武松身上已经是背了人命，并打算落草为寇。和宋江一番推心置腹后，他打算去二龙山投靠鲁智深。之后第三次见面便是二龙山三巨头一起入伙梁山。此时宋江已经是梁山头领，在梁山上是说一不二的。直至招安之前，武松在梁山上都是和宋江相处的挺愉快，至少两人间并未爆发任何正面的冲突。但当宋江提出要接受招安的想法以后，两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。武松不愿接受招安的原因有二：一是呢，如今的朝廷乌烟瘴气的，招安了未必会有好果子吃；二是自从哥哥去世以后，他早已了无牵挂，过惯了逍遥自在的日子，只想和二龙山的兄弟们一起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并不想趟朝廷这趟浑水。但宋江却用自己在梁山上的声望压下了武松等人反对的声音，至此梁山走上了招安之路。宋江本以为此去就能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，带梁山诸兄弟一起加官进爵，殊不知他这一举动是一步一步将梁山好汉带上了绝路。梁山接受招安后，便开始了征四寇。刚开始呢，一切都还比较顺利，梁山军虽有死伤，但主力还在。后来征方腊时，一切呢就超出了宋江的掌控。梁山军死的死，伤的伤不说，就连像武松这样武功高强的主力也未曾幸免。在和方腊名下的郑彪交手时，他被赶来的包道乙砍伤了手臂，幸得鲁智深出手相助，他这才捡回一条命来。武松手臂受伤后，等待着他的又会是什么？包道乙所使用的玄元混天剑十分锋利，武松被砍时当即就昏了过去，获救后又被活生生的痛醒了。而他醒来后，看着自己要断不断的手臂，当即就拿起戒刀将那只胳膊全部砍了。匆匆赶来的宋江在得知这一消息后，表面虽表现得十分沉痛，实际上他却在背地里向吴用表示武松已经是废人了，言外之意就是武松不中用了。好巧不巧呢，这话被武松听到了。武松在《水浒传》中本身就是个重情重义的角色，即使在招安的事情上他和宋江意见不合，但最终他还是选择跟随宋江，是因为他非常在乎彼此间的这段兄弟情谊，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所敬重的大哥。可是宋江却在背地里这么说他，也让他意识到宋江虽然满嘴仁义道德，但从本质上来说，他就是一个卑鄙小人，为完成自己光宗耀祖的做官梦，根本不把兄弟们的死活放在心上。至此武松对宋江的情谊也算是到头了。他虽没在面上表现出太多的不悦来，却在心里下定了决心要离开宋江。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宋江本身就是两种人，宋江是个政客，相比快意恩仇的江湖生活，他更擅长也更向往游走在官场朝廷之间。入伙梁山，那不过是为了当初他无路可走，只得暂时委身于梁山。一旦找到合适的机会，他就会抛弃梁山，甚至说用梁山众人的血来抬高自己的身价。而武松呢，却是个侠士，他和鲁智深一样，不想过朝廷中勾心斗角的生活，只想和自己的好兄弟一起吃肉喝酒，遇见不公平的事就拔刀相助。他们追求的是和晁盖同样的路线。一开始武松和宋江能够走到一起，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深入了解，再加上宋江本就擅长收买人心，他当初的雪中送炭让心思纯良的武松认定他是一个好大哥。可是呢，
在两人深入相处以后，才发现彼此的志向完全不同，所以关系越发疏远，分道扬镳也不过是迟早的事。而宋江说武松是废人，这对于心高气傲的武松来说，无疑是一种羞辱。同时，这句话也加快了两人分开的速度。之后在班师回朝的过程中，两人一起在杭州六合寺休整。鲁智深听见潮声，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，在向众兄弟告别以后，他便在六合寺圆寂了。而另外一位好汉林冲也恰好染上了风瘫，无法跟随大军一起回朝，便决定要留在六合寺休整。对此呢，宋江也没有太过挽留，只是寒暄两句以后便同意了。毕竟此时梁山已经大获全胜，他迫不及待地想回朝廷接受封赏。和他的功名利禄比起来，他与林冲之间的那点兄弟情谊又能算什么呢？面对好兄弟鲁智深的离世以及林冲的留下，武松又会作何反应呢？前面我们已经讲过，早在他断臂之时，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宋江了，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。而此时林冲的病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他向宋江表示自个儿不放心林冲一个人留在六合寺，便想留下来照顾他，等到林冲痊愈以后再一起回朝。武松这话呀，其实也等于是告诉宋江自己不会再回朝廷了，毕竟风瘫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，又何来痊愈之说呢？宋江不是没听出武松的言外之意，但是这一次他却选择了装傻，只是对武松说任你从心。原因就是对于他而言，断了臂的武松已经是没有利用价值，与其将他带回朝廷去拖累自己，不如就让他留在杭州的好。之后回到朝廷以后，宋江如实地向皇帝汇报了在六合寺发生的事。皇帝鉴于武松在之前战斗中的英勇表现，便赏赐了10万贯钱给武松，并封武松为清中祖师。在原著中，宋江等人离开六合寺后不久，武松就选择了出家。半年后，林冲也因为病情加重而离世。武松认为自己拿着那笔钱也没用，于是便悉数捐给了寺庙。这笔钱虽然算不上多大，但是呢，也足够武松下半辈子在寺庙中衣食无忧了。最终在寺庙中活到了80多岁。相比梁山其他人，武松的结局算得上是好的了。因为宋江在带领众人回朝廷以后，虽然得到了短暂的封赏与荣光，可是朝廷众人却并未真正接纳他们。除了有少数几个得到善终以外，其他人都被高俅等人暗算，就连宋江呢，也是被一杯毒酒要了性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宋江在明知酒中有毒的情况下，还是哄骗了一直对他忠心耿耿，把他当成亲大哥的李逵喝下毒酒，可见此人心狠至极啊！在他眼里，那什么兄弟情谊根本不重要。宋江死后，一直为他出谋划策的吴用也深知大势已去，说不定下一个被清算的就是自己，所以在宋江坟前选择了上吊自尽。至此，曾经那个风光无比的梁山彻底落幕，众兄弟如同鸟兽般慢慢散尽，留给后人的只剩下一声声叹息。不知宋江在生命的最后关头，可曾后悔过带领兄弟们招安这一决定呢？